陈娘子，云安侯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，他的嫡子世子楚行云成婚3年无所出，你又有一双儿女，是天生好玉女，只要你肯去当这典媳，赏银少不了你的。崔嬷嬷，我们日子虽不是大富大贵，却也不愁吃穿，请回吧。谁知1个月后，丈夫出门采买时，突然被山石砸伤了腰和腿，成了瘫痪。爹娘留下的3间铺子兑来银钱流水般花了出去，一双儿女又得了10亿。我跟你们走。恭喜世子，恭喜夫人，陈娘子有喜了。好，果然是个好生养的，重赏。劳烦托人把这些都送回沈家，下人们看不起我，楚家也只把我当成一个生育工具。连生了3个女儿我都未曾见过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沈家来的信。娘子，我在京中喝了药，身子大好了，再养些日子，我就能下地干活挣钱。文儿和双儿也乖，今年秋天身子硬朗，几乎不曾生病。你且宽心，我们在家等你。小公子，是个小公子，陈娘子生了儿子。你是孩子们的生母，你若想要留下来，侯府也不会短了你吃穿。可你若选择离开，那4个孩子就都与你毫无关系。世子爷，当初说好的，生下儿子，我们便两清。文儿、双儿，娘亲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你不在，家里没个女人操持总是不行的。谢秋是我娶回来的平妻，你既回来了，以后便与她当姐妹相处吧。你去云安侯府的事，我对外只说你是生病在家休养，没同任何人说过。若遇到邻居，千万别说漏了嘴。那种事，到底是不光彩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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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不得他们，你不在家，是谢秋教他们说话，衣裳是谢秋缝的，生病了也是谢秋照顾。你往后对他们好一些，慢慢的，孩子自然就对你有感情了。很快我就发现家里的财务情况比我以为的要差很多。沈时安不能干重活，家里仅有的积蓄要紧着孕妇谢秋花销。沈文、沈双今年6岁了，别说念书，就连冬天的衣裳都无比单薄。我别无所长，只好去西市支起馄饨摊子，这一熬就熬了10年。娘，您辛苦了，这碗参汤是儿子特意为您熬的，您趁热喝了。这么多年都是因为这个毒妇，我们才不能和爹娘和和美美。陪他演了这么多年的戏，今天我们总算是解脱了。我为了供你们念书，卖馄饨，起早贪黑，你们竟然……想当娘
去地下给那2个被溺死的孤魂野鬼当吧。什么孤魂野鬼？你说清楚，我的文儿和双儿呢？那就让你死得明白点儿。你的亲生孩子早就被父亲故意感染上10亿，在你成为典籍的第2天就被溺毙了。而我是沈石安和谢秋的儿子，沈双则是谢秋娘家的侄女。你这个畜生！沈石安，你们这群畜生，若有来世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！手腕发簪，我重生了，只可恨不能重生到和沈石安成亲前。既然老天让我重生了，那我便要好好筹谋，让那一家子白眼狼将欠我的都还回来。还像以前一样，首饰变卖了，和银子、药材一起，你丈夫孩子送回去吗？先不说这个，嬷嬷，我有话问你。你上次去我家时，我的丈夫和孩子可还好？挺好的，他们都盼着你早日归家呢。盼着我归家，是盼着我的银子回家吧？我悄悄告诉你，夫人说旁人都怀不上世子的孩子，你能怀上已经是好运的功劳。若再生1、2胎，实在生不出儿子，那便是世子爷命中无子，他会再想别的法子让世子希结，顶多2、3年，你就可以回去和你的丈夫孩子团聚了。嬷嬷，你上次去的时候，家里多了什么人吗？没有啊，没多什么人。你心里可是有什么事？嬷嬷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沈石安她是个陈世美，她一边花着我的钱，一边娶了一个平妻，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不能吧，梦都是反的，这说明你丈夫对你忠贞不二呢。我到底不安心。嬷嬷，你能不能找个眼生的人去我家里看看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让我孙女跑一趟，安安你的心。云安侯府家规森严，严禁点妻与外界联系。但我借这个梦，让大家看清你沈石安是个何等狼心狗肺的人。嬷嬷，可是打听到了，陈娘子和你梦到的一模一样。当初看你们夫妻2人感情深厚，没想到那沈石安居然这般负你。好在男人虽然靠不住，你将来还有1双儿女可以仰仗。沈石安的身体好了吗？哼，我孙女说他健步如飞，可沈石安在信里说，他如今只能坐起身来，并不能下床，还要继续吃药才行。那是他骗你的，想从你手里捞钱。嬷嬷，替沈石安看诊的是春杏街的刘大夫，你能不能替我去问个清楚明白？我想知道沈石安是什么时候痊愈的。好，我就替你去拆穿那个骗子的真面目，让你彻底死心。天底下竟有这样恶心的人！他瘫痪是假的，你那1双儿女生病也是他故意的，甚至你前脚进了侯府，他后脚就杀了你们的孩子。唉，好孩子，苦了你了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过2日沈石安会写信来催银子，你告诉沈石安，头些年为了给他和孩子治病，我向侯夫人预支了不少银钱，如今肚子又坏了，侯府不会再给我银子了。如今身子受损，没了用处，立马就能归家了。沈石安，你要吸我的血去养别的女人，那我就借侯府的事，让你把欠我的都吐出来。
夫人到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信女孙氏恳请佛祖保佑，愿我侯府子孙昌盛，香火不绝。侯夫人向来怜老惜贫，只要我向她保证下一胎必是男嗣，换她让我去庄子上当个女管事，既能离了这吃人的侯府，又能借势碾碎沈石安。清平院那位怎么样了？还在寻死吗？原来侯夫人这样的贵人也会关心我这样的蝼蚁。本来看着是不行了，前几日突然让老奴去打听她丈夫的事儿，得知丈夫另结新欢，还害死了她的孩子，反而有了人气儿。说到底还是你得力，她的事情你多上心。当年你把她弄进府来，侯府赏了你孙儿一个读书的机会，她若真为行云诞下男嗣，我便让吏部的谢侍郎将你孙儿收入门下。谢夫人恩典，夫人放心，陈娘子绝对没问题的。希望也不能都放在她身上，谁知道她再生出来的是男是女？侯爷的身子骨等不了2年了。我在青州那位表侄自幼父母双亡，善好拿捏，他刚成了亲，你们夫妻年纪合适，善好生育。若行云注定无子，那他的子嗣必须是我孙家的血脉。原来这就是崔妞嬷嬷说的别的法子，人是不会怜悯食物的。我似乎真的没活路了。夫人，若用表少爷的孩子也交给许氏教养吗？自然要交给许氏教养，他对侯府有愧，只有把孩子交给他，他才会用尽心力。他这人教养孩子定然严苛，等孩子大了，知晓了自己的身世，那些严苛就会成为他们母子间的一根刺，到时候他还会是我的好孙子，行云的好儿子。许氏当年他若肯老老实实被我算计，行云又怎么会误服那碗绝子汤，导致如今子孙艰难？我真恨不得他死。绝子汤，原来真相是这样，如此尊贵的女子也逃不过被人吃肉喝血啊。不过如今她全心全意为侯府谋划，我心里也勉强舒畅几分。潜心礼佛，不过是博个虚名给外人看。当初沈石安能那么顺利算计我做点心，怕也少不了你的推波助澜。出来太久了，平平院那帮人若是发现我不在，我就彻底惊动孙氏了。左右是一死，不如搏个大的。世子妃，民妇陈氏求见世子妃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偏院那位陈氏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，一个点气，半夜私闯世子妃寝居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若不要命，第一个拉着你垫背，去通报世子妃，我有要事相传。世子妃现在歇息了，有事儿也得明天再来。让她进来。进来吧，若是敢惊扰了主子，打死你也是白打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闯进来的那股劲儿呢？你是想跟我谈条件，还是想跟求个吩咐？民妇命谏。以前沈石安拿我当物件，我也只会点头。我知道在世子妃面前耍心机没用，所以接下来说的话句句真心。世子妃，侯夫人常夸您贤惠，可她私下里却在跟崔嬷嬷念叨青州的表侄，打算接她进京来，让那对小夫妻生个孩子，替了侯府的血脉。世子爷尚在壮年，婆母何至于去接外姓的孩子？因为侯夫人心里清楚，世子爷很难有孩子。您记得新婚那碗汤吗？那是绝子汤，本来是要给您喝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那碗汤，他不是说是助兴的？侯夫人还说，等青州的孩子抱过来，依旧交由您教养。您是个要强的人，定会做个严母。这样一来，孩子心里肯定会和你有所嫌隙。
世子妃，民妇说这些不求富贵，只求活命。沈世安和谢秋想要我的命，侯夫人想要您的命，我们其实都在一条船上。小姐，孙夫人向来对您亲厚，每次见面都说把您当做亲女儿疼。况且宫中又有太后娘娘做您的靠山，夫人她不至于。正因为有太后娘娘为我做主，孙氏才会这样子算计我。太后娘娘年纪大了，身子大不如前。再过10几年，她老人家纵然还在世，这种烂事儿，我如何敢拿去惹她老人家烦忧？孙氏就是算准了，等靠山倒了，我只能任他拿捏。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死。孙夫人给您的亲厚，不过是包裹着砒霜的蜜糖。我竟像个傻子，被他骗了这么多年。阿信，你还记得陈氏刚刚提到的那碗汤吗？奴婢记得，当时那是给小姐准备的补汤。那原本是给我喝的，可阴差阳错被楚兄云喝了。事后府医说那是助兴的，我当时大发雷霆，正要严查，可结果呢？偏偏那个时候，小姐的陪嫁丫鬟阿桃突然自尽了。阿桃是我娘亲当年留给我的心腹，她一死死无对证，我如何说得清？当时孙氏拉着我的手，假惺惺地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传出去对我名声不好，硬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。我因此对她感恩戴德，觉得是她保全了我的体面。这些年，我对楚行云的荒唐百般纵容，甚至主动在太后跟前为侯府说好话求恩他。我竟是个傻子，今日才知道那药是他下的，阿桃是他逼死的，一切都是孙氏那个毒妇的算计。奴婢不明白，当年明明是孙夫人主动上门为楚世子求娶小姐的，她若是为了侯府好，为何要如此恨小姐？我亦不知，或许她从一开始想要的就不是一个儿媳，而是一个能为林家换取滔天权力，却又永远无法反抗的高级家奴。你冒着被打死的风险来提醒我，到底是想要什么？要金银财宝，还是要回你那2个孩子？亦或是你想借着这个功劳让本宫开恩，抬你做楚云川的贵妾？你若是想要名分，这确实是最好的机会。我都不要。民妇想要跟您求一份恩典，求一份能让民妇在这吃人的世道安身立命的倚仗。倚仗，有了钱，有了孩子，有了身份，不就是倚仗吗？钱要来了，民妇这种身份守不住；孩子要来了，民妇也保护不了他们。至于做楚云天的妾，我更是不会选。傻姑娘，不是我不肯给你这个恩典，只是你也看到了，连我自己也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，随时等着孙氏下刀。一个自身难保的废人，如何能给你这份倚仗？您是贵人，是县主，又是太后娘娘最心疼的人，这京城逃出泥潭总比我这样的人容易多了。可我已经是楚家妇，太后怜我是看在我爹娘的面子上，这种无凭无据的内宅私事，便是太后也无法在律法之外插手臣子的家务。可若您有一个嗣子能继袭爵位呢？若这爵位，这侯府以后都要落在您的嗣子手里，您还需要怕孙氏和沈石安吗？那岂不是正中下怀？小姐若教养的严了，孩子将来必会与小姐离心；若教养的松了，那就是小姐捧杀庶子，左右都是死局。孙氏是这么想的，他觉得在你的严苛管教下，孩子将来会与你离心，成他手里对付你的刀。可他忘了最重要的，那孩子是我生的，不是他楚家的血脉。这孩子骨子里流着我这个典夫的血，他天生就不会是孙氏的同盟。你的意思是反其道而行之？只要您把他当成唯一的依靠，我这个生母甘愿做您手里的泥土，我们合力教他护他，让他只知有母亲，不知有祖母。孙氏想借刀杀人，我们便把这把刀反手插进他的心窝子。世子妃，民妇已经沦落到这步地地，除了这副残躯，已经一无所有，恳求您能给我一条生路。好，你狠得下心，那就搏一搏。民妇愿随世子妃杀出一条血路。阿欣，去把本宫压箱底的那株老参拿出来。从今天起，陈氏的命就是本宫的命，谁敢动他，就是动太后娘娘的脸面。嬷嬷不好了，陈氏不在房里。混账！一个待产的典戏，深更半夜能去哪儿？要是让他跑了，或是惊动了不该惊动的人，你们几个的皮都得绷紧了。
哟，崔嬷嬷，大半夜的带人在这拆房子呢。阿星姑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老奴正带人找逃跑的陈氏。逃跑？崔嬷嬷，你这话可得慎言。世子妃突然心动，想起陈氏曾在佛堂为世子祈福，便命我带她去昭惠院抄经守夜，为世子妃的平安积点德。抄经？可老奴刚才去看陈氏的房里，怎么？世子妃要个人，还得先向嬷嬷您请旨不成？世子妃说了，陈氏辛苦，这偏院的丫鬟婆子若是伺候不周，让她受了惊吓动了胎气，她头一个就拿嬷嬷你试问。老奴不敢。既然是世子妃的意思，那是陈氏的福气。只是这事儿，老奴得去回禀侯夫人。侯夫人那边，世子妃自然会去解释，不劳嬷嬷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有世子妃的安排。徐婉舟不愧是高门贵女，不出半个时辰，这偏院的守卫就成了她的人。赶紧上床，世子妃说了，接下来您只需安心保胎。替我谢过世子妃。嬷嬷您瞧，陈娘子这2日胃口好极了，说是要把身子养得壮壮的。哟，这就对了。陈娘子，人总要向前看，养好了身子，生下世子的嫡长子，那才是泼天的富贵。嬷嬷说的对，我算是活明白了。等我生下儿子，我就要求一个切齿的位分，风风光光的留在这侯府。好，你能这么想，好极了。咱们侯府啊，最不缺的就是荣华富贵，只要你听话。只是嬷嬷，我心里还有个疙瘩，我到底名义上还是沈世安的妻子，万一到时候他眼红我，反过来告侯府强夺人妻，闹到官府去，侯府只怕不肯再留我。嬷嬷，你在这府里最有脸面，求您疼我，您帮帮我，想个法子拿到我和沈世安的和离书，没了那张废纸，我才能踏踏实实给世子做妾。这和离书可是家事，侯府直接出面，怕是不妥，这可让老奴难办了。嬷嬷，实不相瞒，昨晚送子观音给我托梦了。送子诛心，梦里怎么说？观音说，侯府的男嗣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可沈世安的事情压在我心里，让我食不下咽，夜不能寐。观音提醒我，若是心绪不宁，只怕会影响接男胎。竟有此事，这可耽误不了。孩子，你别慌，你只要好好养身子，一心一意为世子诞下4子。沈世安那个穷酸秀才那边，嬷嬷我来帮你想办法。一张和离书而已，老奴定会让他乖乖签了字送过来。真的，多谢嬷嬷，全赖嬷嬷成全。瞧这孩子，快别哭了，你呀，就安安心心的当你的贵人。剩下的脏活累活，嬷嬷替你扫干净。崔嬷嬷，路我已经替你们选好了。养了这1个月，倒是有了几分瑟瑟。只要你能给本世子生下儿子，这偏院里的富贵便少不了你的。谢世子厚爱。陈娘子，老奴瞧着世子爷这些日子对你倒是上心。这1月世子爷可是日日都在你房里留宿了，这怀上金孙指日可待呀。嬷嬷，民妇一直尽心侍奉，可沈世安那边和离书的事可有进展了？别提了，那沈世安简直是个钻进钱眼里的赖狗。老奴派人去了几次，他一会儿说要加银子，一会儿又说要托关系进太学。这1个月了，老奴磨破了嘴皮子，那边始终没有进展。嬷嬷，沈世安一日不放手，民妇这心里就一日不安生。若是惊扰了世子的骨肉，民妇万死难辞其咎啊！知道了，你只管管好你的肚子。恭喜嬷嬷，陈娘子脉象圆滑如珠，确属喜脉无疑，算日子已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好极了，我这就去回禀侯夫人。陈氏，你这肚子争气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陈娘子晕倒了，快护住肚子，快传府医，快
要是伤了本夫人的大孙子，你们通通陪葬！到底怎么样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有万全？禀夫人，陈娘子这是忧思过重，气血郁结于心，若不能保持心情通畅，恐有落胎之虞啊！忧思过重，本夫人让她在偏院娇生惯养，吃穿用度哪样不是最好的？她忧思什么？母亲，许是陈娘子总惦记着她那位在外面闹腾的丈夫吧？名分未定，她这心里总归是不踏实的。既然是心病，母亲还是仔细掂量。儿媳有些头疼，先回昭辉院歇着了。陈娘子这边，母亲多费心。去吧去吧，阿幸，扶你家世子妃回去。夫人，陈娘子之前求过老奴，说沈世安不签和离书，她就一日睡不着觉。昨儿还说梦见送子观音说这孩子没个正经出身。哼，那个沈世安真是不知好歹。夫人，陈氏这身子如此娇贵，沈世安那边又是个填不满的窟窿，要是这胎真有个万一，咱们是不是该照原计划去接青州表少爷家的小两口？到底那才是咱们孙家的血脉。若能有自己的亲孙子，我又何苦去培养自己娘家侄儿的血脉？到底是隔了一层。青州那个虽姓孙，可这肚里的才是我林家的种。可沈世安那和离书，他是觉得侯府银子好拿，还是觉得本夫人的刀不快？沈世安若再敢拿交，就让他这辈子都别想进太学的门。明天日落前，我要看到那张和离书盖上官印，陈氏的肚子出不得半点差错。是。嬷嬷，沈世安他竟然肯签字！哼，他那种烂人，不吓唬吓唬怎么行？我按你说的，告诉沈世安，你坏了身子，还预支了侯夫人的银子。嬷嬷这一招高，沈世安最怕担债，定是吓坏了。他一开始是不信，接着2个多月你没往家里送银钱，他便不得不信了。前几日老奴故意跟他说你染了一身病，侯府要把你赶回家去养病。他一听你要带病回家连累他，便急着要写休书。休书？他竟如此绝情，老奴哪能看着你受这种委屈？我与他好一番拉扯，才将休书变成了和离书。这样一来，你往后入世子的册，便是干干净净的良身了。嬷嬷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这些银钱是民妇所有的家当，嬷嬷若不收下，民妇心不安。快收起来！我就是看你可怜，和我那早死的女儿一般大的年纪，帮你就当是帮我那早死的女儿了。嬷嬷大恩，民妇无以为报，我将来一定将您当亲娘，什么事情都听您的。乖孩子，只要你这胎生下世子爷的嫡长子，咱们娘俩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沈世安，沈家，咱们的账该算第一笔了。看来沈家那秀才公终究是签了字。陈娘子，恭喜你了，从此与那烂人两清了。凭崔嬷嬷的本事，弄不来这份和离书。哦，崔嬷嬷可是侯夫人的心腹，连她都不行。阿星姑娘，你不知道沈世安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那种人，骨子里流的都是贪婪的血液。我太了解他了。别说我现在只是染了病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只要侯府把一具尸体送回去，他都有本事把我的尸体拿去结姻亲换钱。竟毒辣至此，若崔嬷嬷压不住他，那这份和离书，定然是侯夫人孙氏亲自自出的手。孙氏这不仅是在帮我，更是在做局。他一则是想让我安心养胎，觉得这侯府才是我的依靠，从而心甘情愿为他的儿子生出嫡子来。那二则，他是想用这份天大的恩情拿捏住你。没错，只要我有这身契和离书攥在他手里，等孩子落地，我便是他手里最快的一把刀，将来好用来对付你家世子妃。殊不知你已和我家世子妃联手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！陈娘子这胎脉象沉稳有力，跳动如珠落玉盘，极有可能是个男胎。赏，通通有赏！陈氏，你真是林家的大功臣。崔嬷嬷，
从今往后，偏院的利银翻倍，当心伺候着陈氏。承蒙夫人厚爱，民妇定当万分小心。都给我轻着点儿，这可是夫人私库里压箱底儿的宝贝，若是磕了碰了，仔细你们的皮！哎呦，我的陈娘子，您瞧瞧，这院子都要放不下了，各种养胎的补品、金银赏赐，流水一般送来咱们院子。夫人发了话，只要您这肚子争气，这侯府半座金山都能颁给您。奴婢在府里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多金镯子，这得够咱们吃多少年啊！这么多金子，沉甸甸的，摆在屋里倒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沉点儿好啊，沉点儿才说明夫人看重您。您瞧这血燕是刚从南边运回来的头茶，还有这老参是太后娘娘赏给夫人的，如今全进了您的口。嬷嬷，这么多东西，怕是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夫人的恩典。还得清，只要孩子落地，那就是最大的还恩。只要那小公子一落地，您就是咱们林家名副其实的贵主了。慢点走，我的好孩子，这肚子里可是林家的命根子，哪怕是磕着一片衣角，本夫人的心都要碎了。夫人如此厚爱，民妇实在惶恐。惶恐什么？这府里谁不知道母凭子贵？只要能生下嫡孙，你就是这侯府最大的功臣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母亲倒是好兴致，竟亲自陪一个点妻消食。世子妃，这肚子里可是侯府的命根子，本夫人自然上心。你若是能怀上，我也会如此对你。哼，不过是生孩子的工具，生下来也未必养得熟。阿星，咱们走，别被这偏院的酸气冲撞了。瞧瞧，这许氏还是这副死样子。世子妃，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来，这一场大戏快到收官的时候了。孙氏还是那般盘算，而楚行云他倒是动了点别的心思。世子，楚行云听说了你与夫家和离的消息，似乎有意纳你为妾。你若愿意，我设法从中斡旋，让你做个贵妾。如此一来，你便能有名有分的留在这侯府。你让我留下？届时你可选一个女儿养在自己身边，但你要记清楚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四儿是你生的这件事，你要烂在肚子里。你我二人在这侯府皆是鱼肉，这里面的轻重你当知晓。只要走错一步，你我还有这孩子全都得死。世子妃，民妇有一事不解，将来的小世子毕竟是我的骨肉，您今日开恩还让我晒的，但我假大名，福脉会夺了您的权，让这一切都为我做了嫁衣吗？权？孙氏想吃我的肉，楚生远想要我的命，我若连金府里的女人活命都是奢侈，何苦再互相作践？世子妃，民妇谢过您的活命之恩，您放心，民妇即便死也绝不会负您。不过夫人，我不愿留在侯府。你说你不要名分，也不要孩子，陈氏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贵妾之位，这一世的荣华富贵就在眼前。贵妾终究也是妾，在这侯府里，妾不过是主子不顺心时可以随意打杀的物件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当物件了。那你的孩子呢？那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费尽心机生下他们，难道不想让他们承欢膝下？跟着我，他们只能是东躲潜藏、自卑卑微的流民，可留在侯府，他们就是金尊玉贵的小主子。他们能在侯府长大，是他们的运气。我身无长物，若强行他们留在身边，除了满足我的一点私心，能给他们什么？我若带走他们，岂非自私？娘子这心，倒是比这京城里多少望族夫人都看得透彻。既然你连骨肉都肯舍弃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和夫人讨一份事业，好叫我安身立命。事业？你要去经商，还是去抛头露面？陈氏，你是一个女人，没了侯府，没了男人和儿子，你不怕将来老无所依？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心会变。与其等那个虚无缥缈的老有所依，
我想为自己活一回，为自己活一回，竟比我们这些人还要通透。你在生产，不放好吗？用力！陈娘子看见头了，再加把劲儿！陈氏，你给本嬷嬷撑住了，这可是侯府的命根子，要是出了差错，你10条命也赔不起。我知道。嬷嬷，娘子已经生了快2个时辰了，闭嘴！在这乱了兆头，打死你这蹄子！生了，是个小公子，是个小公子，男胎，真的是男胎！快去禀告侯夫人！世子妃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既是侯府的嗣子，本宫身为世子妃，自然要亲自照看。难不成要让他留在这个污秽之地，跟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典妻？夫人说要让陈娘子先喂口奶。哼，侯府多的是奶娘。从今日起，这孩子由本宫亲自教养。阿幸，走。真是造孽，亲妈连一眼都没瞧上。到底是世子妃这手劲儿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喜得小公子。好，同喜。崔嬷嬷赏，全府上下人人有份儿。终于生了，林家的香火总算保住了。你待会儿去那儿瞧瞧，把事情办妥。陈娘子，你可是咱们侯府的大功臣啊！原本夫人念在你生下三姑娘后心思郁结，特意嘱咐老奴，让你这次诞下小公子后，能亲自在身边带到满了月。谁成想非许氏手脚这般麻利，孩子才冷空气的不敌吹去的等挺住，老奴瞧着都想掉眼泪。嬷嬷别说了，我是什么身份，世子妃又是什么身份？能为侯府延绵子嗣，已是天大的福分。这是我的命，怪不得世子妃。命是命，可人总得为往后想想。陈娘子，接下来何去何从？你想好了吗？你和那沈石安已然和离，他在青州的家产也早占了去。如今你这一身生孩子的病兆，出了这府门，哪还有安身立命的地方？老奴看着你，就像看着我那早逝的女儿一般。你若信得过，放带柔9人，老奴再在旁边帮你说说好话，但好歹能看着他们长大。这世上也只有他们几个是你的血脉亲人了。真的吗？若能留下，民妇当牛做马也愿意。不信嬷嬷您，民妇还能信谁？求嬷嬷指点，救我一命。好孩子，快躺着，只要你听夫人的，你的富贵长着呢。这崔嬷嬷倒是会演戏，拿她那被蹂躏死的女儿来博同情。孙氏这是想把你留下来，作为他算计我家世子妃的一把刀。我跟沈石安和离了，成了没主的自由人，孙氏自然觉得我这把刀好用。逃出的路线，世子妃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借着满月宴热闹，我们放火烧了偏院，制造你被火烧死的假象。好，孙氏想用亲情血脉把我困死在侯府做死事，那我就送他一场滔天大火。已经换过了，药已经好好养精蓄锐，这出戏才刚刚开场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哎呦，我的好娘子，大喜呀！老奴这几日为了你的事儿，在夫人面前可是把嘴皮子都磨薄了。嬷嬷，可是夫人那边有回音了。侯夫人点头了，夫人说你诞下灵子，劳苦功高，等下个月
小公子办完满月酒，就亲自做主开了祠堂，把你抬为世子的妾妾。恭喜娘子，贺喜娘子！这下您总算是在侯府扎下根了。真的，夫人当真愿意留我这种身份的人在府里？夫人说了，你是孩子的生母，留你在身边，总比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强。只要你往后死心塌地为夫人办事，世子妃那边自然有夫人替你撑腰。民妇定当衔环结草，生是夫人的奴，死是夫人的鬼。行了，你好好养着，满月宴那天可得打扮得体面些，别丢了夫人的脸面。孙氏的这步棋，与我猜测的一般无二。不过满月酒后便是一场空欢喜。礼部尚书王大人送金镶玉麒麟送子所一对，祝小公子百岁无忧，公侯万代。慢点走，这酒洒一地都是钱。世子爷今天高兴疯了，说是凡是沾喜气的下人，赏钱翻3倍。我刚才见账房那边的金锅子一筐一筐的往外抬啊，能不高兴吗？这可是林家的命根子，还是那偏院的争气。听说夫人都准了，办完这桌酒就要抬她做贵妾呢。做妾那也是世子爷的心头肉。你瞧瞧今天这排场，连太后娘娘都打发公公送了贺礼，这下世子妃怕是坐不住喽。守了这么多年空房，最后让个典妻生了长子，坐不住也得再尊贵，生气出孩子就是硬伤。你等着瞧吧，这侯府的风向啊，往后得往偏院花了。哎呦，火冲队开道了，小公子要抱出来见客了，快走快走，晚了连赏钱的影子都摸不着了。娘子，这是世子妃为您准备的户籍文书，这一份是青州远房亲戚投亲的证明，这一份是您的良民证。从此以后，京城再无典妻陈氏。代我谢过世子妃，这份恩情，陈氏刻骨铭心。小公子满月不醉不归。孙氏在前厅正忙着寿贺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马车在后门巷子口等着，车夫是世子妃的家仆，您大可放心。只是，真的不打算再看那孩子一眼，只要您点头，世子妃能安排您远远瞧一眼。见了心就软了，心软了命就没了。那个孩子有世子妃护着，是他的命好，跟着我，只会是这侯府永远抹不掉的污点。瞧我这脑子，差点忘了，这是世子妃让奴婢亲手交给您的。世子妃说，怀胎10月，您虽不能教养，但名字该由您看一眼。是徐婉风亲自写的，他们给小公子起的名字。楚瑜，瑕不掩瑜。愚者，美玉也。世子妃承接了这份因果，定会保他一世周全。他还让奴婢转告您，山高水长，别回头。有这句话，我便真的没什么可挂念的。夫人不好了，偏院着火了！什么？偏院？那陈氏呢？我的孙子，不，世子呢？哎呦，我的祖宗！小公子在世子妃那儿，可那陈娘子还在偏院坐月子，那火大的邪乎根本进不去人。救人啊！快救陈娘子！他要是烧死了，夫人非剥了我的皮不了。嬷嬷，没用了，这火里掺了桐油，泼水都压不住，里面的人怕是早化成灰了。禀夫人，火已灭尽，未找到陈娘子。没了也好，夫人，这孩子刚满月，生母就这么惨死，这把火分明是世子妃徐婉如容不得人，故意放火烧死了小公子的亲娘。
夫人，这世子妃那儿可不好交代。为什么要交代？京里所有人都知晓了，侯府死了一个苦命的姨娘，他们只会说是世子妃心高气傲，容不下一个生了长子的典妻。这是一颗绝佳的种子，是他的养母徐婉初便亲手放速他，让他生母在那地狱般的烈火中哀嚎而死。到那时，小公子定会与世子妃离心离岛。离心？不，他会杀了他，这件事就会成为楚玉与徐婉瑜反目的导火索。到那时，徐婉瑜百口莫辩，哪怕她是高门贵女，也得死在自己亲手养大的狼崽子手里。擦干你的汗，去，把这真相不经意的散出去。我要让满京城的人都心疼那个死去的姨娘，更要让他们看清徐婉头那张善妒的脸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京城里那个林侯府闹火灾了，听说烧死了一个刚生了孩子的漂亮姨娘，真是可惜了。闭嘴！侯府的事儿也是你能编排的，小心祸从口出。陆掌柜，咱们还要多久能到亳州？快了，前头过了山口就是。陈娘子，您去亳州投亲，可真是选了个好地方。瞧见没？那是许公祠，许尚书是好官，当年为了治灾染了疫症，他去世时，不少百姓家道痛哭。是啊，若是没有许大人，这亳州半座城怕是都成了白骨堆。后来亳州灾情过去，亳州百姓们为许尚书夫妇在亳州立祠祭祀，民心如镜，许大人夫妇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这批山货挑最好的留出来，明天一早跟年礼一起发往京城。大哥，这年礼是送给哪位显贵的？还能是谁？他们知晓许尚书有位独女，年年都往京城送特产和年礼。咱们亳州人念旧，许大小姐是许公的血脉，咱们护不得大人，总要让大小姐在京城吃上咱亳州的热乎饭。徐婉州，你的父母用命护住了这一城百姓，而这一城百姓，成了你在这吃人的京城里为数不多的温情。陈氏，你不要名分，不要孩子，我便许你一条生路。我虽成了孤女，但我有2处仰仗：一是宫中的老太后，她是我的靠山；二便是我的父亲在亳州的民心。当年我爹娘在那儿舍命治灾，那是许家的根基。您这是拿着这封亲笔信，去亳州找龙盛商行，我已托他们照应你，匣子里是给你的本金。世子妃，您给的太多了。我能给你的只是这些外物，你要自立自强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你最妥帖的安排。去了那儿，别再回头看着京城的脏东西。陈娘子，前边就进亳州界了，这官道修得平整，咱们再赶半个时辰就能进城歇脚。陆掌柜，多谢了。哎呦，这位娘子，咱们店现在还没出新菜，您若是想吃口热乎的，怕是得等上好一阵子。掌柜，娘子是？我见贵店门口贴着招厨娘的榜，到了亳州，我进了一家酒楼做厨娘，听闻金卫楼名声在外，却不知今日竟如此冷清。名声那是以前的事了，这亳州百姓嘴巴比较挑，后厨那些老师傅守着老方子不放，生意普普通通，我都快揭不开锅了。还请掌柜带路，去后厨瞧瞧。掌柜，您怎么领个小娘子进来？这后厨油烟重，灶火旺，可不是绣花的地方。这位陈娘子是来……既然是酒楼，那便以勺头论高低。掌柜，接1碗白面，3钱猪板油。怎么想给咱们露一手？哥几个，瞧见没？咱们金卫楼要变胡炖摊子了。
仙，这汤底竟比京城里的官房事还要考究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这手艺……我不只要做厨娘，我还要掌这个勺。2个月内，我要让这播州所有的老饕都聚到精卫楼门前排队。好，陈娘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儿的掌勺，我看谁敢不服！孙氏、沈石安，你们剥夺了我的孩子，我便在这乱世中先抢回我自己的命。3号桌的山珍汤来喽！绝了！这山珍汤的鲜度，竟比那京城酒楼还要胜出3筹。陆掌柜，你这店里到底是请了哪尊神仙？这全赖咱们陈娘子的手艺，可不是嘛！以前这金卫楼的饭菜只能管饱，现在陈娘子一经手，那叫一个管。陈娘子，这2个月来，你不仅救了这酒楼，更让咱们金卫楼成了毕州的第1。这总厨的位置，非你莫属。见过总厨，往后这后厨全凭陈总厨调遣。诸位请起，在这儿只看手艺，不看出身。沈石安，我们的账还没算清楚。陈娘子，按照世子妃的吩咐，这1年来沈石安在新州的一举一动，弟兄们盯着从未断过。离开京城前，世子妃让盯着沈石安的人有什么消息，都直接向您汇报。这1年来，他沈石安倒是过得春风得意。是，他一开始信了崔嬷嬷的说辞，以为您坏了身子，还欠了侯夫人钱，所以被孙氏派去的府兵一威胁，就吓得痛快签了和离书。签完字，他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他是怕我离开侯府后会找到他，赖上他，所以才急着变卖了宅子，带着妻儿离开京城，去了新州。娘子料事如神，新州是他的祖籍，他以为在那儿就能高枕无忧了。回了新州后，他和谢秋买了2个铺子，20来亩田地，过起了殷实日子。他这样的恶人，竟然过上了好日子。娘子，当初在京城商议时，您分明想直接杀去信州，为何最后……我本是要去叙州的，可世子妃坚持让我来了亳州。她说人不能只活在过去，不考虑将来。世子妃深谋远虑，是想让您先立足。我把这话听进去了，所以我隐忍到了现在。如今金卫楼大事已成，沈石安，你的好日子该到头了。陆老板，若非听闻你这儿出了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厨娘，咱们刺史府的大门可不是谁都能进。赵总管说的是，陈娘子的手艺那可是亳州一绝。老夫人这次中秋宴请的都是官家内眷，嘴挑得很。陈娘子，若是办好了，赏赐少不了你的；若是办砸了，金卫楼这块招牌也别想要了。民妇明白，定不辱命。陈娘子，这锅里到底放了什么？怎么这香味像是在山林里转了一圈似的？山间的12种菌子，配上12道独特的香料引子，火候差一丝就失了那份野性。又是这老屎子暴身赤毒，这京城传来的吃食吃久了，竟觉得嘴里苦得紧，没个鲜活劲儿。正是此话，老身今日竟连半碗羹汤也喝不下。妙哉，这菌子竟爽脆如玉。汤头入喉，先是山野寒气，后是草木回甘，老身这浊气竟被一扫而空。
确实不同凡响。这菌子肉厚汁浓，咬下去竟有如吃肉的厚实感，却无半分腥腻。老夫人，您这儿是请了哪位宫里出来的隐士御厨？禀老夫人，是金卫楼的陈大厨。他说了，此菜名为12香，取的是亳州大山的魂灵，专门为您这席面现磨出来的。好一个陈大厨，这亳州的山水倒是被他煮活了。往后若要吃这口，怕是咱们这些老骨头都得去金卫楼门口排队了。谁说不是呢？陈娘子这手艺，我看就是京城那些个王府也未必能比得过。胃口开了，路也就通了。沈时安、谢秋，你们在宁州吃着的安稳饭，我很快就会让它变得烫嘴。陈娘子，你当真是我的福星！刺史府老夫人刚才还派人传话，说要把下月的寿宴也交由咱们。我决定了，要把这道菜列为金卫阁的招牌菜。恭喜掌柜，贺喜掌柜！这山君12香一出，全亳州的酒楼怕是都要看咱们的脸色了。陆老板，招牌打出去容易，守住却难。娘子这话何意？如今订单如雪片般飞来，难道还有人敢砸咱们的场子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这12香用的是深山野菌，山菌在不州少见，新州却是盛产。若是咱们每日只靠零散的山货郎供货，过几日这招牌怕是要因为断货成了全城的笑柄。宿州那可不近啊，若是货源断了，我这刚烧旺的火不就被浇熄了吗？娘子可有良策？若要拿这道菜做金卫楼的招牌，怕是要安排信得过的人去新州常住，选址、设点、收货，缺一不可。还得买通最快的驿路，每日准备好新鲜山菌，让快马送来亳州。只要新州的点不乱，金卫楼的招牌就永远是热乎的。没错，要做就做独一家。我要让毕州城的人提到吃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金卫楼。只是这细州开销不小，前期的人手和银钱。陈娘子，去新州的人选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交给你全权负责最妥当。你说要谁去，我这边备马备银子，绝无二话。陆老板信得过我，我自然不会让陆老板吃亏。掌柜的，咱们派去新州的人，可得是绝对靠得住的。那边的山军货源若是出了差错，这招牌可就垮了半边。哼，陈娘子的眼光，我信得过。求求那位好心人，救救我家老头子！他3天没吃东西了，求您了！陈娘子，咱们赶路要紧，这城外的流民多了去了，你管得过来吗？先吃，别说话。陆掌柜，让人扶他上车，我担保这2人不是坏人，若出了差池，算我的。陈娘子，您这是……行吧，行吧，上来吧。娘子，当初若不是您收留了我们老2口，我们早已饿死在城郊了。您有什么差事，只管吩咐，我们2把老骨头豁出去也愿意。我要你们去新州替金卫楼打点山军货源，表面上是做酒楼的采买，实际上还要替我盯着这个地方。这地址里住的是什么人，我不解释，你们到了自然明白。有任何动静，找快马回来禀报，不得耽误半日。娘子放心，老汉认路，这条腿还走得动。这是我手里所有的银钱，你们拿去打点。娘子，这如何使得？这是您辛苦攒下来的。拿着，钱是工具，放在我这儿是死钱，放在信州才能活。我对你们道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若有拿不准的，着人快马加鞭回来问我。这桩事若办得好，我收你们女儿杏儿为徒，教她手艺。
娘子，杏儿若能拜您为师，是她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但我话说在前头，若背叛了我，你们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，杏儿就得还我多少。娘子的恩，我们不敢忘；娘子的话，我们不敢违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哎呦，那是花梨木的架子，一对就得值几十两。何止？你瞧那些仆妇身上穿的，那是云锦。我活了这把年纪，连摸都没摸过，人家随随便便给下人做成了衣服。这是哪路神仙搬进来了？2处宅子打通，这里里外外少说砸进去几千两。你们几个手脚麻利点，那对花梨木架子得搁内院正中，刻了漆，一人扣半月银子。是，老爷放心，我们清着呢。老头子，你装的像不像样？像，比真老爷还像。娘子你也别露怯，挺直腰板儿。夫君，你来瞧瞧，这新搬来的邻居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瞧那仆妇身上穿的，竟是京城才流行的云锦。2处宅子打通，少说也值个几千两。这新州是什么地方？什么人舍得这样砸银子？那老头坐在门口，一身绸缎，排场比咱们大多了。夫君，咱们在新州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且先瞧着，这种人家搞不好是哪路的过路财主，别轻易去招惹。夫君，又在看那边。他们搬来3日了，我连他们是哪路人都没摸清楚。这冀州弹丸之地，他们居然一出手就是2处宅子，你说这是什么来头？昨天我特意叫仆妇去集市打探了一圈，左邻右舍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。有人说那老头以前在京城待过，有人说是从南边来的，众说纷纭，谁也拿不准。来路不明才是最值得摸的，人家越是不肯露，越说明底下有东西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么干耗着吧？对面那老头瞧着是个闷嘴葫芦，你硬去问他，8成也是笑而不答。沈文，过来，今日跟爹去隔壁荀家走一趟，见了长辈，规规矩矩的行礼，话不该说的一句都不许说，听见了吗？空手上门也不像话，带着这个显得咱们懂礼数。走。荀老丈、荀夫人，在下沈石安，忝为贵府隔壁邻居。您2位初来豫州，若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在下绝不推辞。客气了，坐。来，尝尝，这是从京城带来的桂花酥，小孩子最喜欢。荀老丈这宅子收拾的气派，徐州城里头还从没见过哪家出手这般阔绰。不知老丈是做哪行的买卖？哎呦，说什么买卖呀？老头子最不爱提这些。来，沈夫人，这点心你也尝尝，甜而不腻，您一定喜欢。荀老丈，这茶具真是精巧，这白玉的质纸可是京城里来的？朋友送的，也不知是哪儿来的。沈文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在家里都读些什么书？回婆婆，孩儿今年7岁，正跟着夫子读《论语》。见笑了，我们老2口这辈子就1个儿子，前些年没了。这沈文的眉眼与我们的孩子生得有5分相似，瞧见他便忍不住想起了那伤心事。沈文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给邢老丈、荀夫人磕个头，认2位老人家做干爹干娘，往后常来陪他们解解闷儿。干爹干娘在上，请受沈文一拜。
好孩子，快起来！能有你这个干儿子，是我们老两口的福气。玄老丈，如今我们这身份，您总能给兄弟透露一点是做什么买卖的吧？山里的好东西，只有懂行的人才拿得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沈家妹子，你说这新州山里头那些山军长得漫山遍野，当地的人避之不及，猪都不敢靠近，偏偏到了亳州，竟成了贵人案头的稀罕物。真的？怎么亳州那边的人就偏偏爱吃这个？谁知道呢？贵人的嘴跟咱们不一样，越是稀奇的越是抢手。我们老头子当初第一次把这东西运过去，差点没把亳州的酒楼掌柜乐昏了。你们新州人不懂吃，白瞎了这满山的宝贝。每次去亳州那价钱，嘿。荀兄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跑这趟买卖，进货、运货、卖货，这一来一回也是辛苦得很。老了，腿脚不如年轻时利索了。这趟买卖虽然赚，但一个人撑着，难免力不从心。徐兄，你我相识这么久，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买卖若是一个人做，总归有些可惜；若是多个帮手，不知荀兄意下如何？荀夫人，您看，认识这么久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沈文那孩子还认了二老做干亲，往后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。若能合伙，彼此都有个照应，岂不是更好？哎，倒也不是不能商量，只是这买卖里头弯弯绕绕的门道，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。荀兄但说无妨，我这人做事向来厚道。沈老弟，这山里的菌子采得容易，可要送到贵人嘴里，这中间的路可不是好走的。你真想入这行，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。荀兄放心，吃苦我不怕，只要这财路是真的，别的都好说。在外面等着。管事大人，这新州哪里的山菌最好最新鲜？我比那姓荀的清楚多了。我的要价比荀老板低2成，若是合作成了，另有2成银子奉上，请您吃酒。之后会有人来找你推销新州山菌，你只需记住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你只认一条，必须是无毒的山菌，才谈合作。可这新州山菌本就有毒，这管是……正因为有毒，所以才需要无毒的。那若是对方真的拿来了无毒的菌子，他们拿不来，解毒的手艺只有我会，就算他们找遍新州的大夫也解不了。记住，这是金卫头绝不外传的机密，谁若问起，你只说有合作商独家秘法，就这一句，别多说。大厨放心，小人明白。你当为什么咱们愿意花高价收荀老板的货？人家有独家手艺，能让这山菌变得无毒。你若能做到一样，我立刻和你签采购契庄。亳州官宦富商都爱咱这口，金卫楼一天便能消耗10捧。拿不出无毒的菌子，就别来堵咱们后门了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沈石安这种人，越是看见财，越是走不动道。夫君，金卫楼那边的消息如何？管事说得明白，只收无毒的山菌，那解毒之法正是荀家手中宝，他们守得紧死死的，连我叫过几个郎中也查不出半点来路。这般，这买卖可成不成了？成不成没那么简单，这块肥肉我怎会轻易放手？薛老丈既有手艺，总有办法掏出秘密。荀兄，这冀州虽小，却有不少生意。听闻你们一手好牌，卖的这山菌在亳州价格不菲，可这解毒法怕是难倒了不少人吧？沈老弟，你是知道，这手艺藏着不是不想说，说出去那可是家的根基，砸了饭碗，我们老两口怎么行？荀兄明白，咱们方便聊聊便是。沈老弟不必放在心上，慢慢来。山里的根基深得很，不是一会儿就打开的。夫君，此行多点耐心。娘子放心，那沈石安又来了，我们老两口一句也没漏。越不肯透露，他越深信不疑。老婆子，这批山菌我又处理好了，你说咱们这法子要不要告诉沈老弟一声？说什么说？那药浴的事儿能随便漏嘴吗？当初买的时候你肉疼成什么样子，忘了？一枚就要20斤。
可那药浴确实管用，山菌放在旁边养2天，毒性散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不剩，这买卖才做得起来。就是太贵了，那还是2年前的事儿。京城新开了个小医馆，说是背靠神医谷，专门带神医谷门主卖着药浴，旁处根本买不着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隔墙有耳。夫君这是怎么了？我曲老头那解毒的秘诀是用药浴。京城有个小医馆，背靠神医谷，专门卖神医谷门主亲手做的药浴，一枚20斤。20斤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贵又如何？金卫楼每日要用10捧山菌，只要卖足200捧，买药浴的本钱就全回来了，不到1个月就能回本，往后纯赚。夫君的意思是，咱们去京城买了这药浴，自己做这山菌买卖，不用再靠荀家。不只是不靠荀家，等咱们买了药浴，这亳州的山菌买卖就是咱们的。荀老头那2把老骨头，到时候算个什么东西？这辈子我再遇不到这么好的买卖了。销毁铺子，银两拿出来，田地宅几地全抵押了，还得去钱庄借款凑齐20斤。今天一定要买到那传说中的药浴。夫君，这笔钱一出，山菌买卖便有了底。新州那山野毒菌得靠这药浴养护才能变薄。山路崎岖，毒菌罕见，不过有了这药浴，毒性可以大大减轻，品质能提升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有了好买卖，咱们宁州的日子可真有盼头了。再忍耐几日，这山里的珍宝很快就能送去亳州，咱家的生活总会好起来。务必要把这些山菌及时送到毕州，别耽搁。听说城里不少人都等着抢购呢。抓紧，这可是咱们的翻身仗，差1日都不行。这伙骗子胆子也忒大了，扛着神医谷的旗号骗了2年，骗了多少人家的血汗钱？可不是，听说连长公主都叫他们骗了，这才惊动了大理寺，把那一窝子骗子全拿了。那什么神医谷的药浴，纯属子虚乌有，压根就没这东西，买了的钱全打了水漂。这药浴是假的，咱们的20斤。这位爷，您没事吧？莫不是也买了那假药浴？沈石安已凑齐20斤，亲自往京城买了神医谷门主所造的药浴。你天天赚这点铜板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1枚药浴？看来你这辈子真是废物。怎么会是假的？还好没买，还好。沈石安，你该谢谢我，上一世没能买上的药浴，这一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夫君，你要干什么？万一那骗子是说谎的呢？万一这药浴是真的，我不甘心。夫君，你为了他什么东西？我这牛值5两银子，你赔我的牛，你到底为了什么毒东西？住手！我们赔你银子。赔银子？你有银子吗？你刚才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明知有毒还喂给我的牛，这不是故意害牛吗？你要害死我全家是不是？那人喂牛毒菌，那车上那些东西不会都是毒的吧？全完了。喂，你们几个给我住手！这里是官府辖区。这贼人故意用毒山菌害死我牛，我这命都快没了！
沈世安，你听着，谁敢在方城乱放毒物，害人家禽牲畜，便是触犯朝法，带回衙门重审。沈世安，铺子、田地、宅几地，全是抵押给当铺的，期限已过，今日来收，请配合。沈老爷，20斤的债加上这2个月的利息，现在是24斤，今儿个还不上，就别想进这门。夫君，这怎么办？废话少说，还钱还是搬家，选一个。沈石安，你说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你说20斤买了药浴，1个月就能回本，你看看现在什么都没了，连住的地方都没了。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当初你也说好的。我说好的？我什么时候说好的？是你非要变卖铺子，非要抵押田地，非要去借那20斤。够了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当然有用。今晚睡哪里？吃什么？娘，我饿了，你去想想法子，总不能让儿子饿死在街上吧？各位老爷夫人，行行好吧，可怜可怜我这一双儿女，给口吃的吧。磨蹭什么？赶紧干！你欠下的债，这辈子都得在这儿还啊！官爷，我真的赶不动了，让我歇一刻钟。歇？放债的人能有什么良心？什么时候还清债务，什么时候方可离开。沈老爷，你还是做梦比较快。娘子，事情都办妥了，沈世安想跑，被债主当场抓了回来。如今在那暗无天日的采石场里，怕是到死都出不来了。那个谢秋更惨，在街上讨饭。终究是他们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娘子，要不要再加把火？不用了，放债的人能有什么良心？沈家那一窝子一血鬼，如今凑在了一起，互相吸血，这才是最好的报应。他们这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亳州刺史府送贺联一副，祝金卫楼开业朝年，名冠亳州。如今这金卫楼当真是咱们毕州城里最大最红火的酒楼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连巡抚大人来毕州都指明要吃他们家的席面呢。陈老板，这1年来，咱们金卫楼在亳州已是无出其意，全国各地开分店的折子，我已经差人送去各大商行了。陆老板，分店开疆拓源是好事，只是这账目与权柄，你给的未免太痛快了些。瞧您说的，陆某是个生意人，也是个聪明人。陆某心里清楚，金卫楼能有今天，全指望您那点石成金的手艺。再者说，您背后有京城那位贵人的余荫照拂，这二老板的名头给你是最合适不过的。陆老板既然把话挑明了，那我便收下了。只要金卫楼在，我的手艺就在。有您这句话，陆某便彻底安心了。陈老板，京城的分店已全部筹备妥当，可这里到底是藏龙卧虎之地，非您这位二老板亲自坐镇不可。陆老板放心，有您在，京城的分店定能一炮打响。我陈氏回来了，传闻新掌柜到了，果然是你。许夫人，什么事儿能瞒得过您？本想稍后亲自前来拜访。老侯爷驾鹤西去，楚行云正式继爵，成为侯府小侯爷。楚瑜今安在？楚瑜记录在我名下，侯府世子，一切安好。7岁读书练武，稳重有为。多谢许夫人，当年所诺，未曾食言。你此次归京，是打算久留？是，也该开辟新局，立足于此。你变了不少，经历了太多，只能改变而已。
京城依旧，旧人该走，快了。老夫人，侯爷这药还是喂不进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没用的东西，喂不进去也得给我灌！冤孽呀，真是冤孽！这3年里居然背着我去偷偷服用那些药效极烈的药，药是能乱吃的吗？如今药性冲了脑，生生吃成了个活死人！你让娘往后靠谁？你让这侯府往后靠谁呀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这都是报应啊！礼部尚书大人贺世子大婚，送玉如意一对，恭祝世子与世子妃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恭喜世子，今日大婚，真乃侯府之幸。哎呀，世子大婚还诞下一双儿女，侯府长房长孙落地，这当真是双喜临门。母亲，儿臣定不负门楣。好，好孩子。星宇，你看看娘，你别丢下娘一个人啊！老夫人，侯爷病天了，我的儿啊！楚瑜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是你孝敬了20年的好母亲，她根本不能生育。当年她为了夺走你，故意在偏院放了一场大火，活生生害死了你的亲生母亲陈氏。她就是个满手鲜血的毒妇。母亲，20年过去了，您还是这般木可耐。楚瑜，你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楚家的血，理应和老身站在一块儿。听祖母的话，立刻把这个毒妇夺权幽禁起来，为你那可怜的亲娘报仇雪恨。祖母，您闹够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杀了你亲娘，你居然护着他！敢问老夫人，民妇至今活得好好的，世子妃又何曾害死过我？陈氏，你不是被烧死在偏院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托您的福，当年那场火只烧掉了民妇的奴籍，却烧不死民妇的命。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楚瑜，你早就知道。孙儿7岁那年，母亲做主安排了我为生母相见。不错，当年我们2人的盟约，以及我们在这侯府里被你逼迫的万般不得已，我都在那一天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楚瑜。孙氏，你吃女人的髓，喝女人的血，却自以为聪明。你等了20年，想用我这颗死子去离间他们母子，却不知我们早已是一家人。来人！老夫人癔症入脑，神志不清，即日起送去西山安堂礼佛，终生不得回京。放开我！我是老夫人！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！你们这是囚禁！是囚禁！你这大老板，今儿个不拿店里的陈年佳酒招待我，倒拿了这么个不起眼的泥封罐子。夫人，可还记得20多年前，我一把火烧了偏院，假死离开京城的那天？自然记得。那天风大雨大，我抱着楚瑜，心提在嗓子眼儿，生怕出了一丝差错。那天临走前，我在这湖里留了底。孙氏终于进了安堂，楚刑天也入了土。楚徐如今稳稳地袭了爵，熬了20多年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是啊，你不用再在侯府提心吊胆，我也终于不用在黑暗里隐姓埋名。当初我满身狼狈地闯进你的昭惠院，只想抓一根活命的稻草。若无你这把最清醒的快刀，我在这吃人的侯府里，怕是早就沦为了他们孙家的垫脚石。陈姐姐，这一杯敬我们自己。楚瑜，你早就知道。孙儿妻岁那年，母亲做主安排了我为生母相见。她根本不能生育。当年她为了夺走你，故意在偏院放了一场大火，活生生害死了你的亲生母亲陈氏。她就是个满手鲜血的毒妇。这一杯，敬我们自己。
说来奇怪，当初我一个人喝了半瓶酒不曾醉，如今我们两个一起喝着剩下的半瓶酒，却酩酊大醉。